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真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你最近在滑社群媒体的时候，有没有遇过那种超级荒谬的名人推荐标股诈骗广告？我想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可能是一位你平常很尊敬的大学教授，或是一位极具权威的财经记者，突然在广告里面热情地邀请你加入某个神秘的赖投资群组，甚至拍胸脯保证能带你赚大钱。其实我们大多数人滑过去的时候，心里都非常清楚，这绝对是诈骗。但是你有没有换个角度想过，当这件事情真真实实的发生在那些被盗用身份的当事人身上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多么无力、多么荒谬的庞大科技巨兽。今天这集内容，我们就要透过一位真实受害者的切身经历，来深度拆解大型科技公司究竟是如何在背后改写我们的现实，甚至一步一步的削弱我们所认知的民主社会。这不仅仅是关于诈骗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权力、真相与我们未来的故事。让我们把时间推回到2025年的4月，有一位非常知名的财经记者，他同时也是美国顶尖的芝加哥大学布什商学院教授，叫做盖伊·罗尔尼克 （Guy Ronick）。这位教授经历了一场身份被严重盗用的完美风暴。我们来还原一下这场噩梦的时间线。在他的噩梦刚开始的前12个小时，他开始陆陆续续收到来自学生、读者还有亲朋好友的私讯，大家纷纷传截图问他：老师，你怎么开始在网络上卖标股了？这真的是你吗？一开始，罗尔尼克教授觉得这实在太可笑了，毕竟他是一位形象严谨的学者，他理所当然的以为社会大众都能轻易看穿这场拙劣的骗局。但是事情的发展完全超乎他的预料。在随后的24到48小时内，情况彻底失控了。数以百计的讯息疯狂涌入他的信箱。更可怕的是，有高达10%来询问的人，竟然是真的相信了这个广报。他们甚至跑来问教授，到底该怎么汇款。这时候，罗尔尼克才真正意识到事态严重。他立刻动用关系联系了科技巨头 Meta 的法务部门。但他迎来的不是及时的救援，而是一个卡夫卡式的荒谬回圈。Meta 的系统不但没有立刻下架这些明显的诈骗广告，反而把举证的责任全部推回给他这个无辜的受害者。系统不断要求他填写无数的表单，遵循死板又繁琐的程序。最离谱的是，在过了48小时之后，平台竟然直接把他的社群账号给锁住了，让他完全无法发声，也无法得知任何处理进度。这间掌握全球信息命脉的科技巨头，就这样眼睁睁地让诈骗集团继续欺骗成千上万的用户，同时把真正的受害者拒之门外。重点来了，当罗尔尼克教授不断写信去抗议，严正要求平台必须立刻处理这些严重的诈骗行为时，他收到了一个令人完全无法接受的自动回复，上面竟然大言不惭地写着：“我们周末不上班。”我们现在来客观地衡量一下这间公司的实力，大家就会知道这句话有多么荒唐。Meta 是一间市值高达1.5兆到2兆美元的超级巨头，它稳居全世界第4或第5大的企业宝座，每年的自由现金流高达500亿到1000亿美元。他们每年可以毫不眨眼地砸下数百亿美元去投资最先进的人工智慧技术，去建构虚无缥缈的元宇宙。结果，当一个无辜的公民和成千上万的用户正在被诈骗集团狠狠剥削的时候，这个拥有全世界最顶尖技术、最庞大资源的公司，给出了借口，竟然是我们周末不上班。他们甚至在书面回复中明目张胆地表示，请用户不要期望平台能监控网络上发生的所有事情。这是一种极度傲慢的资源错置。这证明了一件非常核心的事实：这间公司绝对不是没有能力解决问题，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意愿去解决问题。我们必须从罗尔尼克教授这个微观的诈骗事件，把视角拉高，来看看整个宏观的系统性缺陷。第一章我们要探讨的是，演算法究竟是如何重塑我们的大脑。大家要知道，平台放任诈骗广告四处流窜，这绝对不是单纯的系统 bug 或技术失误，这就是他们精心设计出来的商业模式。为什么他们敢这么肆无忌惮？因为这些科技巨头拥有一块无敌的超级免死金牌，那就是美国通讯传播规范法的第230条款。这个条款赋予了平台极大的法律豁免权，意思是说，不管用户在平台上面发布了多么糟糕、多么违法的内容，平台本身基本上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既然在法律上完全不用为诈骗与假资讯负责，平台当然就没有任何财务上的诱因去花钱花人力认真审查内容。
对他们来说，演算法只需要专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不择手段地把用户的眼球死死盯在荧幕上。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当演算法唯一的目标是把用户留下来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在潜移默化之中重新连接我们大脑的神经回路。社群媒体对我们整个社会造成的伤害，早就远远不只是传播假新闻这么简单而已。我们来对比一下两种截然不同的优化方向。如果今天一个系统的目标是追求真相，那么它会需要用户进行大量的资料验证、深度的逻辑思考，以及一个非常缓慢的推论过程。但是科技巨头的演算法并不是为了追求真相而优化的，他们是为了极大化参与度和引发道德愤怒而优化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相关研究早就证实，愤怒、恐惧以及各种极端的情绪是驱动人类点击、留言和分享最强大的燃料。当演算法发现这个人性的秘密之后，它就会无时无刻精准地向你推播那些会让你生气、让你感到被深深冒犯的内容。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充满戾气与愤怒的社会，大家每天在网络上互相攻击对立，这其实不是因为人类突然变坏了，而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已经被这些科技平台的演算法给彻底训练成这样了。这种不断优化愤怒的机制，正在彻底瓦解我们社会进行理性对话的能力。当理性对话的空间被愤怒和极端情绪完全填满之后，我们就会面临一个更深层的哲学与政治危机，也就是我们第二部分要探讨的核心议题：什么是认识论危机？这听起来有点学术，但它其实攸关着客观真相的存亡，更是对我们整个民主社会运作体制的致命威胁。我们继续聊下去，大家要知道，回顾人类历史，所有的极权主义体制和独裁者，他们终极的梦想其实并不是动用军队或武力去镇压每一个人，因为那样成本太高了。他们真正想要的是让所有的人民打从心底相信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真相。他们希望选民认为所有的事实都只是一种被包装过的叙事，所有的科学证据都是被既得利益者操弄的。当社会上的大众不再相信有客观真相存在时，独裁者就可以为所欲为，指鹿为马。这个可怕的现象在学术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认识论危机。它的定义非常明确，就是指我们社会对于那些基础知识机构的信任和合法性发生了全面的、彻底的崩溃。在过去的200-300年里，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建立起现代的自由民主制度，靠的是严谨的科学研究、独立的大学教育、具备专业素养的新闻媒体，以及维持公正的法院系统。这些是支撑我们社会运作的基础设施。但是现在情况变了，大约只有5家位于C5的顶尖科技公司正在利用不受监管的演算法，无情地摧毁这些基础设施长期累积的公信力。当人们不再相信科学家，不再相信专业记者，反而去盲目相信演算法推播给他们的荒谬阴谋论时，这座名为自由民主的大厦，它的地基其实就已经被完全掏空了。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快速普及，这个危机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正在加速恶化。根据近期的权威研究数据显示，就连目前掌控全球资讯入口技术最顶尖的 Google， 其提供的 AI 搜寻结果中，也有高达10%的几率会产生所谓的 AI 幻觉。这个名词的意思是 AI 会一本正经地直接捏造出完全不正确甚至不存在的虚假资讯。10%的错误率听起来或许不多，但我们来换算一下，全球每天有高达数十亿次的搜寻量，这代表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严重错误资讯对包装成权威的正确答案传递给毫无戒心的大众。AI 聊天机器人的回答速度极快，而且语气自信，而人类的心理机制往往会不自觉地把快速和权威画上等号。大多数用户在看到 AI 给出漂亮排版的答案时，是根本不会去怀疑或查证的。如果我们未来的 AI 模型继续吸收网络上这些充满愤怒、被严重扭曲，甚至是由 AI 自己捏造出来的错误资讯来进行下一代训练，我们未来的资讯生态系将会变成一个完全无法挽回的灾难，真相将被彻底淹没。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目前面临着演算法带来的泛滥诈骗、严重的社会对立，以及 AI 大量产生的虚假资讯。这就来到了我们今天要谈的第3部分，
为什么科技本身并不是万灵丹？现在有很多人，包含许多屁股的科技精英们，都会告诉你一套说辞。他们说，既然现在是科技带来了这些问题，那我们只要研发出更聪明、更先进的 AI， 这些 AI 就能自动帮我们过滤假新闻、揪出诈骗、解决所有的麻烦。但是历史的经验和残酷的现实都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巨大的逻辑陷阱，科技永远无法自我修正它所带来的权力失衡。为什么阿修会说这是一个逻辑陷阱呢？我们以近期的 Google 反垄断诉讼案为例，主审法官在经过漫长的审理，确认了 Google 确实透过了非法的手段来维持其市场的绝对垄断地位之后，法官却在最后要实施制裁的时候感到犹豫了。而法官犹豫的理由竟然是因为 AI 正在改变一切，市场可能会自己重组。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迷思，认为科技的自然发展可以自动解决它所创造的巨大社会危害。但事实上，科技从来就不是解药，法律才是。早在120年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就曾经说过一句非常震撼的名言：我们可以拥有民主，或者我们可以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我们不可能两者兼得。这些话其实放在今天听起来依然像警钟一样响亮。如果我们回顾19世纪末美国的镀金时代，当时的铁路大亨和石油寡头掌握了绝对的经济与政治权力。当时社会的应对方式绝对不是发明速度更快的火车，或者是发明更好的炼油技术来解决问题，而是透过制定严格的反托拉斯法来限制这些巨头的权力扩张。今天的科技巨头也是完全一样的道理，没有任何一行聪明的程式码能够自动修复被破坏的民主制度，唯有透过强而有力的法律约束，才是唯一的治本之道。最后总结今天的3大重点，其实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如何重新夺回控制权的4个具体方法。我们前面从诈骗的本质、演算法的危害，一路谈到了民主基石的崩坏。为了不让我们的社会继续朝向失控的深渊坠落，第4部分我们来谈谈实务上可以怎么做。请大家记住，这些法律与监管解决方案完全不是在限制一般人的言论自由，而是要求那些掌握巨大权力、赚取暴利的企业必须承担起相对应的社会责任。我们一个一个来拆解这4个解方。前面2个关键的解决方案是确立严格的法律责任，以及落实认识你的客户，也就是金融业常说的 KYC 规范。首先呢，我们必须立刻拔除科技巨头那张不合理的免死金牌，大幅修改第230条款的绝对豁免权。规则很简单，只要科技平台因为其演算法的推播设计而对用户造成了实质的伤害，例如推播诈骗导致财务损失，公司就必须面临法律的制裁与巨额的赔偿。其次，科技平台必须强制导入银行业早已行之有年的 KYC 规范。你想想看，你今天绝对不可能提着500万美金的现金走进一家银行，却完全不交代资金来源和你的真实身份。那凭什么诈骗集团可以轻易地用假账号在网络上投放几百万的诈骗广告，然后平台出事后却两手一摊说他们不知道对方是谁？平台必须严格认证所有广告主和超级用户的身份，并且大幅限制他们能收集和使用一般用户数据的权限。最重要的一点是，法律必须明确界定，虚拟的机器人和恶意假账号绝对不享有和真实人类一样的言论自由与权利。第3个解决方案是建立在地问责机制。现在这些跨国科技巨头最喜欢玩的法律规避游戏，就是把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加州，或者是避税天堂爱尔兰的都柏林。当台湾、日本或是欧洲的公民受到演算法伤害，想要提告求偿的时候，平台就会搬出厚厚的服务条款，说我们的运营实体在国外，如果你要告我，请你飞到加州法院来提告。这对于一般大众来说，根本是一道不可能跨越的财务与时间门槛。因此，各国的政府和监管机构必须强硬起来，强制要求这些跨国科技巨头，如果你要在我的国家运营，要在这里赚取庞大的广告费，你就必须在当地设立具备实质法律责任的董事会与高阶主管。这样一来，各国的公民才能够依据当地的法律，直接在自己的国家对这些跨国企业提起诉讼。当企业高管面临当地的法律制裁甚至刑责时，他们就再也无法无处可逃，必须认真处理平台上的问题。第4个，也是我认为最迫切、最不能妥协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绝对要保护我们的下一代，免受演算法的操控。
现在已经有大量被揭露的内部流出文件，以及勇敢吹哨者的证实，都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些科技公司内部比谁都清楚，他们的产品设计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大脑的注意力发展造成了多么巨大的毁灭性打击。但是为了商业利益，为了把孩子们的眼球紧紧绑在荧幕前看更多广告，他们高层选择彻底的视而不见。我们社会现在有极度严格的法律，规定青少年绝对不能喝酒、不能抽烟，因为这会伤害他们的身体。但与此同时，我们却荒谬地放任全球最顶尖的软体工程师、最聪明的行为心理学家联手设计出最容易让人成瘾的演算法，来24小时操纵我们孩子的大脑。未来的历史学家和大众回头看我们这个时代，一定会感到毛骨悚然。他们绝对不懂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容许这种离谱的事情发生。保护儿童的大脑不被演算法劫持，这是我们刻不容缓的最后底线。所以摆在我们所有人眼前的问题其实非常简单直接，我们到底要选择继续忍受不受监管的科技垄断，还是要选择保护我们的民主？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无法逃避的历史决策。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面对科技巨头为了追逐惊人利润而刻意放任假资讯与诈骗在社会中横行，我们绝不能再天真的期待用更多的新科技来解决问题。我们必须透过废除免责条款、严格落实实名认证、建立强大的在地问责制，以及不遗余力的保护儿童等具体的法律规范，才能从巨头手中夺回真相的诠释权，并拯救我们岌岌可危的民主基础设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